这侯府千金云起，于府上的婢女云溪月乃是真假错位。下皇后娘娘觐见。18岁那年，云起身份败露，真千金归位，云溪月被将军、宰相、首富3人爱慕。而云起则因作恶多端，被赶出侯府，最终惨死在乱葬岗。敢写这样的话本子，你是在借这骄奢淫逸的女配影射本宫。骄奢淫逸，不得好死。长公主殿下把持朝政多年，又强抢豪夺无数美男，怎么不算骄奢淫逸？哼，你倒是挺有胆色。过来，我是叫你跪着爬过来。本宫文韬武略，胜过天下男儿，执掌天下，有何不可？强取豪夺，我用不着本宫玩男人，就跟玩狗一样简单。拖出去，杀了长公主，饶命啊！长公主，饶命啊！长公主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长公主，饶命啊！真情假意求不得，看不破。侯府宴求，将军要休了我。与其这样，处处受凌辱，我不如一死了之。这是哪儿？本宫，你白白占了我女儿18年的富贵，我侯府容你不下。将军，我是被人诬陷的，我真的没有与人私通啊！我亲眼看见你和那小厮睡在一起，你还敢狡辩？我今日定要休了你！本宫竟穿到了这丑化我的画本子里，成了被众人厌弃，最后惨死乱葬岗的假千金云起。他今日怎么那么奇怪？怎么，投壶使不通，又想来上吊了？为了留在将军府，你还真是做尽卑微劣态。哼，可惜，我今日定要休了你这个可耻的荡妇！放肆！你敢打我？打你，这是对你的赏赐。你当真是疯了？还是说，你为了不被休掉，已经使出了所有手段？将军怕是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。也就是在这儿，要是在以前，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这是休书，从今日起你不再是将军府的人。来人，送他出府。慢着。
知道欲擒故纵使不通，便要来求饶了。研墨，我明明是将军府的佣人，怎么下意识就听了他的话？你要做什么？你手工纱为何还在？与你何干？传闻云起骄纵顽苦，不学无术，竟然写了这么一首龙飞凤舞的好字。你记住，不是你羞我，是我羞你。云起，你这清白我已明了，若你还想留下，休书一事，我可以再考虑考虑。将军想让我留下也可以，现在跪下求我。你适可而止。将军这容貌和很对我胃口，就是这脾气还得再训训。等你什么时候学会跪着来求我，再来讨赏也不迟。小姐，我看将军走的时候脸色好难看啊。他被我休了，脸色当然不好。您休了他？小姐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呀？你在将军府没有立足之地，那回侯府之后更是没有立足之地了呀。侯府容不容得下，我说了算。啊？穗禾，梳妆。待会儿啊，见了那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可不能失了体面。万人厌弃，屈辱惨死。哼，本宫既来了，就定要逆天改命，重掌天下。这侯府的假千金以前趾高气扬的，现在竟落得如此地步，连个马车都没有，还要从将军府走回侯府啊！他倒是脸皮厚，新婚3天就被赶出将军府，现在沦为京城的笑柄，还面不改色，都是装的吧？听说他呀，在将军府寻死觅活好几回，背地里不知道哭了多少回呢。这侯府的冒牌货，眼神怎么比之前还可怕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一点闲言碎语，比得上百官拼死觐见，血溅金銮殿吗？哟，这不是我们侯府的金枝玉叶吗？某些人明明是个冒牌货，还顶替我们侯府嫡女身份活18年，如今新婚3日便被休了，还有脸回我们侯府？哼！瞧我们二小姐多狼狈啊！以前马车都要镶金边，如今全靠一双腿走回来。从千金变成新婚第3天就被休了，要是我早就去死了，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？敢打人？你还以为你是侯府千金吗？你敢打我！贱婢，敢在背后议论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我的名字在侯府族谱，而你的名字在卖身契。只要一日侯府不将我除名，你就得叫我一声小姐。懂？跪下。小姐恕罪。好你个，巴掌打得比以前还痛！等着，等侯府把你除名了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
嘿，可恶呀！实在是太可恶了！现在整个京城都知道咱们侯府错认千金呐，把亲生女儿留在府上为奴为婢受苦，却把那个不知廉耻的当嫡女疼着宠着。如今倒好，新婚不过2世就让人给休了。哎呀，真是丢尽了我永安侯府的脸呐！爹爹，娘亲，你们别生气了，月儿受点苦没什么，爹娘不要气坏了身子。哎呦，老爷，你瞧瞧，还是亲生的女儿贴心，不像那个冒牌货，恶毒放荡，我侯府定然容他不得。我要马上禀告左老，将他从我族除名，赶出家门。娘亲，你这样会逼死妹妹的，不如给她贬个奴籍，留在府上做贱婢。哎呦，月儿，还是你心善。是啊，庙里的菩萨都没你这么善的心。妹妹，你打我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打顺手吧。你竟然打我亲生女儿！来人，把她给我！罗推13年7月初7，在城外与二皇子洗马陈玄策在城西客栈密谋结党。永徽19年9月初8，在家中醉酒，试图妄言当今圣上。结党营私，辱君之罪，你这都胡写的什么呀？这些事儿我何曾干过？我何曾干过呀？父亲确实没错，因为啊，都是我编的。啊，你！可如今圣上生性多疑，如果说我亲口将这些事情告诉圣上，就算陛下彻查了侯府的清白，可能也会对你们生出嫌隙。毕竟啊，只有造谣者才知道被造谣的人有多无辜。云起，我侯府养你18载，你竟恨将仇报，造我侯府的谣。被报错难道是我的错吗？如今妻女一朝回归，你们就对养女喊打喊杀，蝼蚁尚且偷生，我为了活，自然不择手段。你到底想要什么呀？我只是想要族谱留上我的名字，把我收作养女，给我一处安身之处即可。妹妹，你不是侯府血脉，留有虚名又有何用？难不成你还觊觎侯府的富贵？我才不稀罕你们这些富贵，我要的是万人之上的荣光。春兰，扶二小姐下去休息。二小姐，请吧。以前只知道这飞扬跋扈，没想到竟然还工于心计。明明将他贬作贱奴，真是失策。小姐，夫人把你原来住的地方给了云溪月，你们以后就只能住这儿了。这种地方，大小姐，曾经你还说我是只配住杂院，怎么几天不见就沦落到了这般地步？以后的天下第一富商云敬晨，一棵给云溪月送钱的摇钱树，送上门来，我哪有不截胡的道理？特意绕到这儿来，不会就是为了嘲讽我吧？不过是感慨老天有眼，恶有恶报罢了。你不想知道你的生母被发卖到哪里了吗？你知道我母亲在哪儿？地方有点复杂，记不太清。不过，如果你让我高兴了，兴许我能想起来。今晚来我房间。想骗我？放心吧，我是不会上了你这毒妇的当。小姐，厨房竟然敢怠慢我们，就给了我们几个过夜的冷馒头，都馊了。小姐以前锦衣玉食，何曾受过这等委屈？这一看啊，就是云溪月的手笔。以前她为奴的时候，
我可没少抽他。现在啊，变着法子折磨我。穗禾，你拿去垫肚子吧，我不吃了。小姐还不睡，是在等阿尔公子吗？可是以前对他非打则骂，他那么讨厌你，肯定不会来的。这不就来了？穗禾，下去吧。这个时候叫我过来，是想做什么？过来，跪下，帮我擦干。我可没说让你用帕子擦。生气了？没有。为了母亲的下落，我就暂且忍你一时，这样可以吗？当然不可以。多倔强又惹人怜爱的眼神，像条小狗。你该不会以为我叫你来就是为了帮我擦脚吧？来之前沐浴洗漱过吗？洗过了。上来，帮我暖床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这寒冬腊月，屋子里连个暖炉都没有，被子冷得像铁，叫我如何睡得下？你上来，帮我把床捂热。要知道，能给我暖床，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殊荣。若不是为了找到被侯府发卖的母亲，看着清瘦，没想到这么有良。好像差不多了，你可以滚了。竟还真是把我当暖床的物件，用完就扔。什么时候告诉我母亲的下落？现在没心情。可笑，我竟然会相信你这种人！你又怎么了？胃疼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胃疼？侯府怎么会送了这种馊的馒头过来？你吃了？我就是饿死，也不会吃这种狗食的。你现在被侯府厌弃，还端着你的千金大小姐的架子，给自己找罪受，活该。不找罪受，你怎么会心疼我？男人最喜有怜生爱，有怜才会生爱。厨房没人，我去偷拿了些糕点，吃吧。给。你就不怕被人发现？发现就发现，大不了就是被别人说几句上不了台面。我本就奴婢所出，本就上不了台面。你这么关心我啊？我是怕你还没告诉我娘在哪儿，就先给噎死了。放心，你会知道的。小姐，今早厨房只送来了这些馒头，你还是吃一些吧，不然会出事的。放心，会有人啊给我们送旁的饭菜。3、2、1。
以后你吃这个。小姐，二公子怎么把他的早膳给您啊？自己吃那些馒头呀？因为他怕我饿死。坐。可是以前二公子他不是最讨厌您了吗？讨厌我的男人，熏起来才更有意思。哇！以前我在府上为奴为婢的时候，最想要的就是他这一件件耀眼夺目的首饰，金丝银线的衣裳。春兰，去把二小姐给我叫来，我要让她瞧一瞧，今日在这府上谁高贵谁下贱。对了，晚一点把母亲也请来。这明明住在杂院，倒是比以前更耀眼夺目。二小姐，大小姐，请您过去一趟。带路。姐姐来找我做什么呀？哎呀，妹妹来了。没什么别的事，只是母亲说，如今我这真千金归位，妹妹这冒牌妹妹这房间里的东西都归我了，我想着是妹妹的旧物，让你挑几件喜欢的，留个念想。羡慕吧，嫉妒吧，让我看看你那气急败坏的嘴脸。你这么大方呢？唉，一朝从云端跌入尘埃，我也是怜惜妹妹，怎么说也是个侯府的养女，穿得如此落魄寒酸，丢了侯府的脸面。这才当了2天的侯府千金，就开始操心起侯府脸面了。你倒适应得快，你个冒牌货，敢如此嚣张得意嘲讽我！等母亲来了，有你好受。妹妹，我也只是关心你，想让你穿得体面些。不过，这些当真都可以拿。当然，穗禾，拿个麻袋来。麻袋？把这房间里所有的衣服首饰全给我装起来。孺子可教。妹妹，我只是让你挑几件喜欢的东西，你怎么能把我的东西都抢走呢？是啊，这些我都喜欢，还有这个我全部都喜欢。姐姐，你堂堂侯府嫡女，该不会说话不算数，出尔反尔吧？月儿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月儿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娘亲，我好心让妹妹来挑几件喜欢的旧物，没想到她把我整个房间的东西都搬走了。我说云起，你当真是不要脸啊！你霸占我月儿18年的富贵不说，你现在连她的衣裳首饰你都要抢？抢？这怎么能叫抢呢？这些都是我的旧物，本来就是我的。你既然这么喜欢新女儿，理应给她买新的。再说了，你作为侯府的千金，成天带着我的旧首饰，穿着我的旧衣服出门，那多招人笑话。整个侯府都是我月儿的，你鸠占鹊巢多年，你现在还舔着个大碴子脸说这些东西都是你的？
我鸠占鹊巢，这明明就是你们侯府审查不严，才被抱错了孩子。就你们委屈，那我也是受害者，好吧？娘，干什么干？你们两个没事干了是吧？还不滚！哼，云起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侯府家大业大，不差你这仨瓜俩枣的，你要拿便拿。哎呀，我的好女儿，回头娘给你置办些新的家的，咱不喜欢这些旧的，就当打发要饭的。哎呀，那就谢谢娘，谢谢姐姐了。滚！我去！哎呀，娘！你就任由他这么欺负我？哎呦，我的好月儿，你放心好了，娘从小就在这后宅中长大，像他这种张扬的蠢货，娘有的是办法治。赏你了。小姐，奴婢只是个下人，受不起这么贵重的恩惠。我说受得起，你就受得起。你既忠心跟我，自然会得到赏赐。晚些呢，随我去当铺，把这些东西都当了，换些银钱。可是小姐，你的这些东西太过稀罕，又是侯府物件，没有侯府的文书，那些当铺是不肯收的。我可没说要去当铺还。那谁会收这些？霍萧。怎么可能啊，小姐？霍将军那么讨厌你，他都把你给休了。我不但要让他收，我还要让他求肉，让我收下他的钱。将军，云起回去以后怎么样了？听说被侯府收做了养女，留在了侯府。他倒还挺有本事。哎，将军，您不是那么厌恶云起吗？怎么还让属下一直打听他的动向？莫不是……哎，将军，云小姐刚才出侯府了，还扛着一堆东西去了当铺。当铺？小姐，你说这事儿真的能成吗？别的不论，就是在这儿，我玩男人跟玩狗一样简单。我只要略施小计，他就会被我耍得团团转。这簪子倒是不错，可惜了，这无主之物这儿啊收不了。老板，我都说了，这是侯府的旧物。侯府旧物，你可有侯府文书？没有侯府文书，这些谁敢收？不过嘛，这几件衣裳倒是不错。真香！若是有几件你穿着贴身的衣裳，我可以出高价买，比如亵衣、肚兜。哎呀！再敢说一句污言秽语，拔了你的舌头！将军，小人一时色迷心窍，求宽恕。滚！是。你来这里就是为了当掉这些？侯府没给你银钱？与你无关。素禾，我们走。将军，请自重。惊鸿歌一曲，心口婉转与谁听？你是侯府千金，又与我夫妻一场，出来典当侯府私物，传出去，对侯府和将军府的名声不好。名声？是大婚当日被捉奸在床的名声，还是3日被将军休弃的名声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素禾，我们走。这家要是不当，我们就去找别家。反正这么多当铺，总有一家能当。犯不着这么麻烦，我收。这里有10两金，明日我会派人再送100两金来侯府，不会短了你的吃穿用度。你要你可怜我，
不愧是小姐，手段如此高明。你以往骄纵，想来也是走投无路才会来此，是我不该质问你。别发脾气，收下吧。凭什么？我求你收下，成吗？算你孺子可教。哎，将军冷心冷性，怎么会对他如此纵容？把这东西打包收拾好，送去将军府。我送你回府。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是我不分青红皂白，冤枉你的清白，所以你才赌气离府。可是你说的话也伤了我呀。若是你愿意服软，想回将军府的话，我可以。不可以。将军，你这是想亲我？胡说！真的不想了？被男人伺候的滋味儿，一如既往的舒坦。小姐，侯府到了。是我失礼了。云起，你不会生气了吧？为什么每次一见到他，我就情难自控啊？小姐，你跟将军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看他真的被你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哼，能被我玩弄是他的荣幸。这府里出了手脚不干净的东西，今日侯府要执行家法，以正家规。你倒是沉得住气，今天我一定要将你逐出侯府。春兰，你说，二公子，今天厨房里丢了东西，奴婢昨天瞧见你半夜去了厨房，可是你拿的？是。我瞧见你拿了东西之后，便径直去了杂院二小姐的房间内。这可是二小姐指使你偷的？东西是我自己偷吃的，没有旁人指使。哼，好大的胆子，连进献给祖宗的贡菊也敢偷吃。贡菊？什么贡菊？我只偷了2个糕点。还敢嘴硬？昨夜厨房只有你一个人去过，你若没偷，那橘子难道不翼而飞了？近臣，我知道你素来也不是个贪嘴的主，这背后定然有人指使，对不对？只要你跟我说出那个人的名字，我便放你走。二弟，你快告诉娘亲吧，不然娘亲待会儿真的要罚你了。我没有偷贡菊，这件事跟二姐姐没有关系。还想顶罪？来人，给我打！打到他说实话为止。娘，二弟身子单薄，他受不起的。二弟，你快说，只要你说了，娘就不会罚你了。唉，我的好姐姐，你还真是个大善人，兄妹情深，令我感动。这些后宅的手段放在宫斗上，根本不值一提。住手！受伤脆弱，饱受凌辱的样子，真适合你。云起，你要做什么？娘，我有一事不明白。
这贡举少说也有个10来斤，你说云静晨他是怎么一个人吃完10来斤的橘子的？妹妹，许是二弟他没有见过这么金贵的果子，一时贪吃。贪嘴？我看贪嘴的另有其人吧。云奇，你够了！这是我侯府的家事，还轮不到你来。我曾在医书上看过，说这橘子性凉，吃后呢不宜饮用生牛乳。翠禾，端碗生牛乳过来。若是云建成喝下这生牛乳之后开始腹泻呕吐，那光光20鞭子怎么够？就应该跟他那个下贱娘一样，砍断双手双脚，逐出侯府发卖。妹妹，你怎能如此狠毒啊？若是他饮用之后没有任何问题，那该罚的就另有其人吧。喝。雪色柔色天姿国色，你与心热，我也稍作一盆果，一团火。琉璃种子，红眸似墨，真情假意就不。喝。性子倒是挺烈，这么久了还有力气瞪我，看来橘子确实不是你吃的。看来，肯定是厨房那帮奴才贪嘴。春兰，传令下去，厨房所有人罚俸半月。等等，我听说呀，这橘子吃过之后，舌苔会变成黄色，一日不褪色。怎么？我刚刚看姐姐和娘说话时，这舌苔都是黄色的。云起，你胡说什么啊？妹妹许是看错了，我那个小子来厨房给云起偷糕点，正好咱们就趁这个机会把他赶出府去。月儿，你吃啊？甜吗？我看错，那不如妹妹把剩下那碗生牛乳喝了，以证清白。云起，你还拿你自己当高高在上的大小姐不成啊？想让我月儿怎样就怎样？不好意思啊，娘亲，平日里使唤惯了。妹妹，你把这碗牛乳喝了，以证清白。但若是不喝，恐怕对你的名声……不过是腹痛，我忍忍也就过去了。牛乳罢了，我喝就是。啊，月，娘啊，我送狗月儿啊，妹妹，你这怕不是橘子吃多了吧？娘，月儿，这肯定是你之前没喝过这牛乳，所以试着身体不耐受。来人，赶紧扶小姐去空房。我告诉你们，今日之事以后谁也不许提起，否则的话，拔掉你们的舌头。我不要你扶。像狗。娘，不要离开我。这鞭子打的真是丢掉半条命，都这样还不出卖我，倒是个有骨气的，我喜欢。我也喜欢你。娘，真把我当你娘了？
娘，怎么是你？我跟你说过不用管我。今天这件事都是主母安排设局陷害你。那你为何不顺着他的意思说？我不愿颠倒黑白，更不愿诬陷你。只不过我没想到你竟然知道橘子和牛奶相克，这牛奶的发作竟然这么快。今日云见月厅内失仪，其实是因为那碗生牛乳里面我加了泻药。你怎么能这么作恶？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但是你一向坏的坦荡，不像他们善的虚伪。醒了正好，把衣服脱了。我是说脱光。你想干什么？给你上药啊，不然还能干什么？好了，现在上完药了，是不是该谢谢我？谢谢。光是谢谢可不够，你该叫我什么？叫你想叫的，我想听。姐姐，谢谢姐姐。真乖，这才是我的好弟弟呢。我去逛街，看见这金狗链，就觉得莫名的适合你。你要是戴上，肯定有别样的情绪。狗链！云起，你平常羞辱我也就罢了，现在又想让我当你的狗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羞辱？这是我对你的赏赐。你知道有多少男人费尽心机，都想得到我的一眼垂青吗？我是个人，不是个狗。还是说，你又想用我母亲的下落，来逼我戴上这个？无论是权力还是男人，不过是我的掌中之物，我犯不着稀罕你。你既不愿意心甘情愿臣服于我，那便滚。小姐，二公子他怎么怒气冲冲的走了？他跟我闹脾气。小姐，你跟二公子关系刚刚有所缓和，你怎么又让他对你恨之入骨啊？这一个狗有一个狗的拴法，像他这种犟狗，就应该先把他踩到泥里，日后才会对我更忠心。哎，哪位是云小姐呀？我家将军派我来送东西。我是送东西？送什么东西？我家将军啊，命我给云小姐送100两金。什么？哎呦，100两金！哎呦，云起被将军休弃，难道将军是看上了玉儿？将军厚礼，我怎么好意思？哎，云小姐，这可不是给您的，这是给另一位云小姐的。什么？那个小……云小姐，将军的100两金，放下吧。等下啊，给你家将军的赏赐。赏赐？什么赏赐？
竟然把贴身肚兜给我，当真是不知羞耻。继续看着侯府，他有什么事情，事无巨细都要向我汇报。没想到云起那个小竟然还有这般本事，这都和离了，还哄得将军对他念念不忘呢。娘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这有将军在，咱们也动不了他。哎呦，你慢点儿。你说，咱们这以后也不能任他欺负吧？自然不会，咱们不能明着来，但总有旁的门道上下手。只要我的好女儿别哭了，这马上就是晋宁拍卖会，这可是你第一次公开亮相，到时候娘就给你买最贵的衣服、最贵的首饰，然后你惊艳全场。到时候只要你能入得了那些王亲贵族的眼，那还不照样压得小不一头？开心了吧？小姐，今日厨房怎么送来了如此丰盛的饭菜？是不是因为昨天闹过之后，他们今天多要安分了？这事出反常，自然是出了妖。小姐，这有霍霄在，他们不敢要我的命。这里面顶多就是下了一些让我变丑变残的毒药。不过此事你先不要声张，去拿些银钱兑些旁的吃食来。小姐，听说府上请了10几个裁缝为大小姐量体裁衣，说是要让她在几天后的鸡鸣竞拍会上，要让她初次亮相，惊艳四座。鸡鸣拍卖会，原书里面云静月就是在这场拍卖会上，通过售卖侯府传家宝，赢得了当时名将霍霄和权臣宰相谢灵宇的心，被他们力荐推举为皇后。那这热闹，我可真得去瞧一瞧了。可是小姐，我们没有名帖，进不去。我可以拿谢灵宇的。啊，谢灵宇？小姐，整个京都最讨厌你的就是谢灵宇。你去打探打探宰相谢灵宇的行踪，务必问得清楚。大人，您让我打听的事情都打探清楚了。那云大小姐确实不是侯府千金，而是被抱错的孩子。她之所以被将军所休弃，也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当初给将军下药的人就是她。爽快。2年前，我爹去侯府提亲，他说他要入宫为妃，区区宰相之妻，怎能满足得了他？还讥讽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如今看他落魄至此，真是爽快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你们不要过来！小美人儿，瞧你的眼睛多勾人呐，让哥哥瞧瞧，你到底长什么样？小爷在此，还不快滚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多谢公子相救，小女子。好美的眼睛，不过怎么有点眼熟？姑娘，你怎么一个人出来照耀国事？下次不可以这样。恩公
您刚才一个人打倒了3个，真厉害啊！那是自然，我文武双全，是当朝宰相。将来云静月的最后一个支持者，我怎么可能会忘了你呢？啊！我的名帖呢？我的名帖怎么不见了？什么名帖？是记名拍卖会的名帖，这个对我很重要。我把我的名帖给你吧，你去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这于理不合啊！你的腿受伤了，会疼。小姐，刚才遇到了几个宵小，还得多谢这位公子出手相救。不客气，明日见。放哪儿了？云起被我找到了。娘，云起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娘这是做什么？半夜3更翻我屋子？你昨天给月儿的那碗牛乳里面是掺了巴豆的。昨天我还没有想到这层厉害，今天请了大夫过来诊断才知道，橘子和生牛乳相克，绝不会立刻发作。娘，你可真聪明，一下就猜到了。你下药害人，你就怕遭报应？报应？你发卖云静晨的娘殴打云静晨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报应？他一个贱婢，靠爬床生下来的庶子，你平时对他不也是非打即骂？怎么今天替他出上头了？是啊，我一个冒牌千金，他一个低贱庶子，不都是你们肆意凌辱的对象吗？像我们这种人就应该同仇敌忾，抱团取暖，相互扶持。他居然说要跟我抱团取暖。可是娘，你我18年的恩情，你眨眼就忘了。我心寒呀。你心寒？你替我亲生的宝贝女儿享受了18年的富贵，害她遭受了18年的罪，你心寒个屁呀你！你现在有将军做保，我动也不动。往后咱们其余看账本，走着瞧。屁！你来做什么？你不是需要人给你暖床吗？为什么？为了你娘？那我不需要。我心情不好，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娘的下落。滚吧。将军还真是大方，送来了100两黄金，连大小姐都羡慕的不行呢。这些钱够小姐10年衣食无忧了。他倒是个合格的前任。小姐，今早侯府来了10个庄娘，在给大小姐梳妆打扮呢。这人呐，越是缺什么，就越怕别人瞧出来。他在侯府当了18年的奴婢，这底气可不是当几天千金小姐就能回来的。小姐，要给您请庄娘吗？不用，就这样。我要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经验全场。听说那冒牌货云奇被一纸休书打发了，回了侯府可狼狈了。我老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如今呀，他肯定躲在家里哭呢。
霍将军武功盖世，云奇那种蠢笨货色怎么配得上他呀？可惜将军啊，杀气太重，旁人都不敢轻易靠近。这谢宰相最烦繁文缛节，从不去任何宴会，没想到他竟然也来了。恐怕是为了侯府那真千金来的。他怎么还没来？不会不来了吧？今日宾客都到齐了吗？除了侯府刚认亲回家的云小姐都到齐了。难道她是侯府刚认亲回来的二小姐？哎，这侯府小姐看着娴静温柔，果然比那个嚣张跋扈的恶毒假货顺眼多了。看着真是温柔良善，可怜呀，在府上吃了那么多年的苦。你怎么才来？我都等你好久了。谢大人这脸色，他难道与云小姐？天哪，谢大人权倾朝野，要是被谢大人瞧上，那他可真是太好命了。是啊。谢大人，你不是他啊？谢大人可是在等我？怎么是你？谢大人，等我啊！怎么是你？本来以为他落魄了，没想到他比往日更美了。明明是给真千金设宴，他这个冒牌货又来出风头。就是，昨日是你。妹妹怎么会在这儿？侯府只有一张请帖，你这个身份哪儿来的请帖？莫不是蒙混进来的？蒙混进来的？谢灵玉给我的，不信你问他。你还敢说？哼，云奇，你真是心思恶毒，不择手段，你竟敢骗我！谢大人，自重。听说你新婚3日便休了这毒妇，想必你也知道他的真面目。你真会因为他与我作对？将军如此护着他，朝中文武百官都仰仗谢大人和霍将军，他俩这是……云奇，这仇我记下了，以后我一定要……谢灵雨，能让我费尽心思骗你，是你的荣幸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哼，怎么？你难道不喜欢我像昨天那样骗你？别胡说，我只是上了你的当。不喜欢啊？那以后不骗你了。明明都不是侯府千金了，为什么所有人还是只看着你？这霍将军怎么对这弃妇如此上心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诸位，今日承蒙各位高门贵族来参加我苏家的济民拍卖会，各位所带来的器物皆可用来拍卖，为西北汉区的灾民们出一份力。各位所带来的器物皆可用来拍卖，为西北旱灾的灾民们尽一份力。
我带来的这件物品是汉白玉如意，起拍价30金。这玉如意可是侯府的传家宝，萧兰叔竟将这也给了他。西月，此物珍贵，你怎么舍得啊？这玉如意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陪嫁，可说这陪嫁品能够救治灾民们的性命，我觉得很值。云小姐真是善良大方。是呀，西月真心实意拿出侯府的宝物出来拍卖，为灾民筹钱，不像某些人双手空空的混进来，满心龌龊心思，只为抢人家风头。云姐，这富家千金拿出此等宝贝来拍卖，你这个冒牌货身无长物就出来丢人现眼。这是我霍氏的传家玉佩，你拿去。你倒是会替我递台阶。就当是我给你的赏赐，好好珍惜。我竟然在大庭广众下为他一个唇印勾结了反应。妹妹上台是要拍卖，可如今妹妹已身无长物，怕是没有什么可拍卖的。怕不是偷了侯府的什么物件吧？他这眼神好是吓人。我今天要来拍卖的物件是我亲手画的瑞凤衔珠图。云姐，你大字不识一个，还会画画？敢取了潇洒霸气之名，想必这画作一定惊艳四座。什么瑞凤衔珠啊，明明是小鸡捉米。妹妹，你明知道自己画技不好，还在这丢人现眼，这不是丢我们侯府的脸面吗？这种拍品简直就是来砸场子的。云小姐，请你离开。起拍价10两。10两？你这玩意儿一文不值，放在书房都嫌磕碜。谁会花10两白银买啊？白银？10两黄金？云奇，你是心疯了吧？50两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云起到底是霍将军的前妻。霍将军这是不想让云起太难堪，辱了将军府的名声。就是，霍将军大气，不喜欢啊？那以后不骗你了。100两。凭什么他一幅破画能胜过我的传家宝？110两，110两，180两。既然两位大人都这么喜欢我的画，早知道我就多备几幅，省得你们争得面红耳赤。但是谢大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我觉得这幅画送给你最合适。霍将军，你觉得呢？云起，你的画我拍了，我只要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什么解释啊？你到底骗了多少人？就你一个。当真？那你要是骗了我，就不能骗别人了？那得看心情。这冒牌货的手段真是了不得，竟勾得霍将军和谢大人为他争风吃醋，如此不够体面。亏着云溪月还费心打扮，可惜今儿啊是他云起一个人的场子。
敢抢我风头，给我等着！云小姐，将军有请。这不是将军府的马车吗？你家将军呀，真是贪心不足，又爱争宠，真叫人又爱又恨。将军素来位高权重，冷面无情，在云小姐嘴里却跟个面首似的。外头这么多人看着，将军也不知道避嫌了。你为何要招惹谢灵雨？这你可管不着。如果你只想加入高门，我愿意3书6聘，前往侯府迎娶你。很乖，但不够乖。你要知道，想要留在我身边，就得容忍有其他男人的存在。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并不需要攀附其他男人。攀附？我只是在享用。别惹火。取悦我。这于理不合，无名无分，我不能再继续了。这也能忍住，倒是个君子。我送你回府。哎呦，我的月儿，这谁又惹你不高兴了啊？跟娘亲说。娘亲，妹妹她又出尽风头，根本没有人在意我。将军和宰相眼里都只有妹妹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哼，岂有此理！这个我就知道他是不安分的。月儿放心，既然如今将军和宰相都看不上你，那娘亲就要为你另寻高枝。娘亲，你听娘亲跟你说啊，如今皇后无子，二皇子年方18，尚未婚娶，是最有机会入住东宫的人。娘亲为你打探其行踪，剩下的就靠月儿你自己了。娘亲，不生气了吧？从前呢，大人最厌恶的就是云小姐，竟然花这么大钱拍她的画作回来。大人这一掷千金也就算了，你是没看见呀。大人看见那云小姐上了霍将军的马车时，那脸色才叫一个难看哟。唉，别删了，去侯府找云起，聚贤楼一句，就说是本相邀请。小姐，您在拍卖会上大出风头，让大小姐颜面无存，夫人竟然没有来找你问话。他亲眼看见霍萧送我回府，肯定不会明着找我麻烦。麻烦在这儿呢。这毒呀，估计就是当初他给云敬晨的娘下的时候剩下的。把这饭菜处理了吧，跟上次一样，记得手脚干净些，不要声张。小姐，谢相大人邀请您酒楼一见。不愧是京城小霸王，如今做了宰相，位极人臣，还依然沉不住气。走，进酒楼。小姐你放心，夫人特意去打听过，二皇子殿下今日微服私访聚贤楼，咱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。
云溪月，他怎么来了？奴婢不知，但看大小姐行色匆匆，想来应该是有要事。哼，要事。原书里，云溪月得了霍萧和谢灵雨的推荐，才见到二皇子。如今没有这两人推荐，他这是要主动出击了。小姐，大小姐想要攀附二皇子，您是要在她之前得到二皇子芳心吗？哼，后位也罢，皇妃也好，我都不在乎。本宫只做执掌天下的女帝。坐。小姐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跟着他破坏他的计划？我喜欢有野心的女人，他云溪月这么做没什么问题，可他千不该万不该踩着我上位。心我者加官进爵，逆我者杀无赦。小姐，第12皇子殿下出来了。姐姐怎么如此身娇体弱，下个楼梯都能摔倒？怎么是你？怎么看到是我很失望啊？谁要你假惺惺的？哎呀，姐姐，你看你这不是不识好人心，吃亏在眼前了吧？你这个毒妇！你！哎呀，姐姐，你身为侯府的千金，心思怎能如此歹毒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恩将仇报，这不好吧？你是侯府千金，为何当众动手？你是侯府千金，为何当众动手？皇子殿下明鉴，我家大小姐是因为被二小姐推下了楼，一时愤懑，这才想要反击。皇子殿下，昔日在侯府，确实是他处处羞辱我，我忍无可忍才。哎呀，原来你就是二皇子。侯府二小姐云起见过二皇子，连侯府千金都不曾见过姑，你一个奴婢，怎么知道姑是二皇子？奴婢，哼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打探姑的行踪！奴婢知错了，请二皇子殿下恕罪。来人，拖下去，杖责30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就是云起？是。我听凌雨提起过你，如今他也在9楼，不如楼上一聚。想要攀附二皇子的女人多不胜数，这么蠢的还是头一个。当着二皇子的面动手打人，这辈子怕是难入皇族了呀！云起，你什么都给我抢！等你毒发的那一天，我一定要让你尝尝万劫不复的滋味。哼！云起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你费尽心机骗我，不就是为了攀高枝入高门？你若是愿意和我道歉，从今以后拂小作低，我也许会许你做世子夫人，或是宰相正妻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不？
二殿下，请坐。二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顺路。凌雨啊，没想到你和云小姐……二殿下，我和这女人只是开玩笑，你别在意。哼，没想到谢大人看着挺大，心眼却挺小。你再胡说试试。谢大人，你今日找我来，所谓何事啊？没事。那我有事。你能有什么事啊？西北旱灾。这个呀，是我画的图纸，只要命能工巧匠按此图纸建造出来，引水灌溉，西北旱灾可以得到缓解。你能画什么水利图啊？连小鸡啄米图都是。这真是你画的？当然了，此画名为水车，上能排水，下能输水，只要引水灌溉，其功100倍于常。这真能用？不只能用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好，我立刻去向父皇禀报此事，找能工巧匠批量制作出来，以解决西北旱灾之忧。云小姐，你帮了朝廷大忙，我自会向父皇请你的封赏。告辞。你这么目不转睛的盯着我干什么？难道我太美了？你真是那个草包云起。你要干什么？谢大人不是想问，我到底是谁吗？你别碰我。你这么怕我干什么？我不会吃了你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赈灾的事，我会替朝廷还有百姓谢过你。光一个谢字怎么能行？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觉得自己的臭名传太远，怕嫁不出去，想让我娶你。不对，他明明在笑，可我竟不敢再放肆。说吧。我要你帮我找一个人，被侯府发卖的姨娘云剑尘的生母杨氏。哼。这水车果然精妙，能引水防旱，儿臣已经让工匠们连夜赶制，这下西北大旱有救了。此物件果然精巧，到底是哪位高人画的图纸？回父皇，是侯府二小姐云起。可是那永安侯府报错的二小姐，正是。传闻她不学无术，飞扬跋扈，没想到竟有如此奇思妙想，看来传言并不可信。能做出此物，皆西北旱灾燃眉之急，当赏。听说他刚被将军休弃不久，不如赐他一桩婚事。臣妾看灵儿太子妃之位尚无人选，皇上您看。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父皇，母后，云小姐想要的赏赐，
恐怕不是一桩婚事。不如儿臣问问云小姐本人意见，如何？朕记得3日后便是萧贵妃的寿宴，这萧贵妃又是萧兰叔的亲妹妹。到时候让萧兰叔带着云琪进宫赴宴，当面一问便知。是。小姐，听说昨日大小姐被二皇子训斥之后，哭了很久呢。小姐，你这是在看什么书呀？孙子兵法、论贵历书？小姐，你怎么看这些带兵打仗，还有兴农立税的书呀？这些不都是男人该看的书吗？男人看的书，女人也看的。男人能治得天下，女人也能治的。四合，你以后啊，也要多看看这些书。去看看。小姐，是大小姐来了。听说二公子伤口感染，高烧不退，大小姐顶着萧兰叔的责骂，为他请了大夫。果真万般谋略，攻心为上。原书里面，云溪月就靠这次请大夫的救命之恩，让云敬臣对他忠心耿耿。这一次有我在，你可休想拉拢这棵摇钱树。二公子高烧数日，差点就幸亏大小姐来得早。二弟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替云起挨了鞭子不说，就连伤势引起的高热你也一声不吭。你放心，我给你找了最好的大夫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还是大小姐心善，不像二小姐。我怎么了？姐姐，你怕不是为奴为婢惯了，跟一个只会爬床的贱婢所出的庶子拉手，不嫌脏？二弟的母亲好歹也是府里的姨母，妹妹说话怎能如此恶毒？我不恶毒怎么称得你心善？云敬臣，你看大小姐对你多好呀，还在这躺着装死，还不赶紧起来千跪万谢的叩恩？云起，你太过分了！二弟现在发烧，你还要为难他？是又如何？这里不欢迎你，出去！这是云敬臣的院子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发号施令？出去，你走。你醒了？我死了，不正合你意吗？出去。听到了吗？这里不欢迎你。我现在不想见到你，出去！二弟，这就是你对救母恩人的说话态度？救母恩人？你说我母亲她……二弟，你别听他说，他在骗你。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自己选。二弟，他骗你的。大夫说你需要卧床静养，别去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云起，你什么都跟我抢，得到了二皇子的青睐还不够，连府里一个下贱的庶子你也要跟我抢！二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本来是想回来跟你道声谢，现在看来不必了。我的母亲在哪儿？
翠禾，送客。二公子，请您回去。求你，云锦，我求你，我的命都是你的，我求你可怜可怜我好不好？啊！你知道我想要的不只是你。小姐，二公子已经很虚弱了，您再这样折腾他，他会死的。那就让他死。找到了。我想当你的狗。乖。可是你娘已经死了。也好，生受苦了。就这样，你还要当我的小狗？想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我骗你的，你娘没死。晨儿，娘，娘，晨儿，娘，晨儿。云小姐救了奴婢一命，将我带出了那烟花地，还让我们母子得以团圆。大恩大德，万死难报。今后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做，请尽管开口。我确实有一件事情需要你们帮忙。您请说。你可知你的生父是谁？云小姐，我自3岁起就被人牙子拐卖至今，进侯府做了通房，从不知道父母身份。我知道，你的生父云敬晨的外公是江南第一富商。我需要你带云敬晨尽快回去，认祖归宗，继承家业。奉我为主，为我所用。这是10两金，留着你们路上做盘缠。谢谢小姐。你送我们回江南，不怕我们一走了之，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？此去下次再见面，你就不是侯府的低贱庶子，而是江南的富商。记住这种感觉。但你永远都是我的小狗，生杀予夺皆在我一人之手。姐姐，姐姐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等我。温暖一路的伤疤。来看看这个。娘亲，二弟为什么也向着云起？你说我跟他才是血脉相连的亲兄妹啊。唉，一个下贱的庶子有什么可争的？你呀，还是把心思用到二皇子身上去。可我就是看不惯所有人都想着他。哎呀，看你这酸溜溜的小样，娘向着你啊！来人，
这条好看不？来，明天就是你亲姨母萧贵妃的寿宴，那我岂不是能见到皇上了？那是自然。皇族子嗣艰难，如今贵妃有孕，备受圣宠。只要能让你姨母替你开口，让皇上给你指婚二皇子，你还怕当不了皇妃？到时候压了出一头。夫人，小姐，夫人，刚刚宫里传来了旨意，说要请二小姐云起一同进宫觐见皇上。她一个冒牌货，有什么资格进宫赴宴？奴婢不知，皇上突然点名要云起一同进宫，难不成是二皇子？那怎么办啊？有他在，二皇子根本不会看我一眼的。小姐，宫里刚才来人了。小姐，你往脸上画梅花疹做什么？给他们挖坑啊！要是看到我脸上毒发的惨状，估计就会同意我跟他们一起进宫了吧？娘亲这就让人回绝了皇上，就说他云起言行无状，在家禁足，不能面圣。母亲说的对。云馨月，你看看我这脸，是不是你给我下药了？我不知道啊，下什么药啊？肯定就是你干的。哎呀，你需要胡说，你的膳食都由厨房盯着，月儿怎么可能给你下药？肯定是你自己碰了什么不该碰的东西，才会变成这样子。那我这脸怎么办呀？娘亲，咱们不正好要进宫吗？听说这宫里的太医医术精湛，不如让妹妹同我们一起去，让宫里的太医瞧瞧。还是我玉儿考虑周全。那你便一起随着去吧。妹妹，我也想让你跟我们一起坐马车过去，可是母亲说，万一你这脸上的病会传染，所以还是辛苦妹妹自己走路过去吧，正好让大伙儿都瞧瞧你这张烂掉的脸。就凭一双腿，二小姐怕是天黑也进不了宫了。府里的马车自然是锦织夫人和小姐先用的，她一个养女有什么资格用马车呢？小姐，你怎么不慌不忙的呀？咱们又没有马车，该怎么……云起，我听说你要入宫赴宴，我来接你。将军他这是特意来接二小姐的。坐我的，我的马车比他的大。些日子不是最讨厌云起吗？怎么会？里面给你点了你最喜欢的龙涎香。还是不劳烦霍将军了。只要你开心，我怎样都好。谢大人，这男女有别，我们就不同乘一辆马车了，你觉得呢？哎，小姐，你可真是好手段，谢大人素来骄傲，在你面前一点脾气都没有。能对他使手段，是他的荣幸。我怎么就中了他的邪，把马车送给他一个人坐？
自己反倒和霍萧挤一起。再往里进便是皇宫地界，还请夫人小姐不许入内。这辆马车为何能径直入宫？夫人可瞧见马车上的谢字？这可是宰相大人的马车，宰相大人官职一品，自然是畅通无阻。原来谢大人也来参加了宫宴。谢大人，好巧呀，姐姐。好巧呀，姐姐。怎么是你？你为何会在？我为何会在谢宰相的马车里？因为谢宰相知道我没有马车，就把他的马车让给我坐了。你不可能！谢宰相最厌恶的人就是你。是吗？谢宰相本相的喜好还轮不到你来多嘴。哎呀，谢大人，月儿也只是一时心直口快。他最好是。那母亲、姐姐，你们慢慢走，我们宫宴去。贱婢，该死的云起！等进了宫，我非得揭下你的面纱，让大家都瞧瞧你这一张烂脸。云起，你的排场可真大，皇上都来，你面纱还不摘下来？是啊，妹妹，谢大人说的对，蒙脸面圣可是大不敬，还不快听谢大人的，把面纱给摘了。他这是生气了。你什么东西？我和云起说话，还轮不到你来插嘴。他要是不高兴了，你来哄啊。谢相不愧是京中小霸王，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留啊！谢相嘴上对云起不客气，可若旁人欺负他，他倒第一个急了。我只是好意提醒一下妹妹，是月儿唐突了。谢相行事如此刻薄，月儿也只是好心替你劝说，你就是再不高兴，也该顾全体面。本相的决定，还轮不到一个侯府的主母指手画脚。皇上，贵妃娘娘驾到！皇上万岁万岁万岁！今日爱妃寿宴，诸位不要拘谨，随意。谢皇上。姐姐，这便是你找回来的亲生女儿。月儿，快过来，叫本宫瞧瞧。当真是乖巧温柔，和姐姐年轻时一模一样。这玉佩是本宫心爱之物，今日便赠给你。这玉佩世间仅此一件，虽仿品众多，但假的真不了，真的假不了。谢谢姨母。云起，当心着些，贵妃这是要替云溪月撑腰。无妨。皇上，今日臣妾收到好多贺礼，可臣妾总觉得这房里缺了一件文墨宝画。臣妾曾听闻这侯府养女云起凭一幅《瑞凤衔珠图》惊艳四座，引得霍将军和谢宰相争夺。既如此，那不如让他再为本宫做一幅如何？
他那画技连3岁孩童都不如，若是拿一幅小鸡啄米献给贵妃，恐怕贵妃要当场斥责他吧。想来是贵妃娘娘故意刁难，要她当众出丑吧。他既然画得出水车图，想来画技高超，定是藏拙。你就是云起，为何戴着面纱？回皇上，臣女偶感风寒，唯恐将病气过给他人，所以才以纱覆面。既然贵妃叫你做一幅画，那你便做一幅吧。启禀皇上，当日那幅《瑞凤衔珠图》其实是微臣所画。若是贵妃喜欢，微臣可以再画一次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对一个继父如此呵护。哦，回皇上，确实如此。当日臣女看将军画艺欠佳，恐被人讥笑，所以才认作是自己。真是不要脸！霍将军好心护着他，认领这丑画，他竟然还拉踩霍将军。既然是将军所做，那便罢了。陛下，既然妹妹自认比霍将军丹青更妙，那不如让她大展身手。妹妹，你如此推诿不肯作画，难道是觉得贵妃娘娘不配得到你的墨宝吗？云起，你有霍萧和谢灵雨撑腰又怎样？我还不是有贵妃做靠山。上文房四宝。长公主天资经世，有过目不忘之能，司正法，掌天下图籍。装模作样，他在府上18载，谁不知道？大字不识，胸无点墨。希望妹妹的话不要吓到贵妃娘娘。献丑了啊！不会是被小鸡啄米给惊得说不出话来了吧？看来云起要遭殃了。好你个云起！陛下恕罪，云起懵懂无知，还望陛下。真是画得太好了，朕从来没有看过如此精妙绝伦的画作。皇上谬赞。来人，把画作呈给众爱卿瞧瞧。这画是云起画出来的？不可能，一个草包。云起，你的才干总能让我刮目相看。此图为神鹿衔枝，臣女祝愿娘娘福寿安康。你倒是有心了。云起，你这画技如此高超，我灵儿素爱丹青，闲暇时多多进宫，与他切磋一番。父皇，云小姐画技惊人，若能和她成为知己，倒是幸事一桩。竟然又利用我出风头，还让皇上如此中意，许你和二皇子亲近。话说起来，灵儿，你也到了适婚年纪，这云起与你年纪相仿，而且画技了得，不若不可！皇上，云起本是微臣之妻，当日休弃她，是微臣赌气为之，千错万错都是微臣的错，臣日思夜想，后悔不已，请皇上成全臣与云起。皇上，云起她是二家身，她配不上二皇子。如果陛下赐婚的话，那就赐给我吧。求陛下成全。将军和宰相是疯了吧？竟然公然求婚，难道他们不知道云起他只是一个恶名远扬的冒牌货吗？本以为霍萧和谢灵雨都是宽宏大量，没想到也会在这儿争风吃醋。本宫果真还是太迷人了。云起，
那你意下如何？这霍将军和谢大人都是人中龙凤，但是臣女不想嫁。贱妇，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婚事，你竟然还不要！哦，那我儿楚林……皇上，臣女不愿为人妻。云起，这女子生来就是要嫁人的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胡话？侯夫人生来就是侯夫人了，怎的？女子生来就是要做人妻吗？我命由我不由天，你……哈哈哈哈！果真是奇女子，难怪能做出水车这等物件。水车是那个缓解西北灾害、解救百姓的水车。听闻此物造福江山社稷，没想到竟是云起做的。他竟有如此胸怀和才华。水车是云起设计的。云起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不同母亲商量商量？我若是与你商量，这水车不就成了侯府的了？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妹妹，母亲养育了你18年，没有生恩也有养恩，你怎能如此揣测母亲？皇上，臣女不才，愿为陛下、为百姓略献薄力。云起，你一片为国为民之心，当赏。让你做一个小小的侯府养女，着实是委屈了你。传朕口令，封云起为县主，赐良田100亩，封号昭宁。谢陛下。以前我便斗不过他，如今被封了县主，岂不是更要被他踩在脚下？不行，得揭穿他的真面目。起来吧。妹妹，恭喜！妹妹，你的脸这是……这贱妇，有你这张烂脸在，谁不比你如瘟疫？这是什么？不是说感染了风寒吗？这脸烂的怎么如此严重？太恶心了！这不会传染吧？你没事吧？你这女人心思真是恶毒。我只是来恭喜妹妹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云起，你这脸是怎么回事？回皇上。可能是臣女近日饮食不当，所以感染了风寒，不小心抓挠过度，才会如此的。这侯府一向善事精细，怎么会上火如此严重？想来是近来天热，是该注意些膳食。姐姐身为当家主母，可不该疏忽啊。是臣妇管家不当，娘娘教训的是。皇上。到了该赏烟花的时候了，我们去赏烟花吧。今日你寿辰，以你开心为重。走吧，去赏烟花。哎呦，可不是。萧贵妃这一胎，皇上着实看重了。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她这一胎终究是保不住。云起，不要妄言，这是对上不敬。将军如此古板，难怪没人喜欢。我只是害怕你触怒天威。那你就不怕我这脸永远都恢复不了了？我会找大夫治好你，就算治不好，我也会一直陪着你，绝不会对你生出一丝嫌弃。嫌弃？轮得到你嫌弃我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霍将军，
你这冰冷冷的木头，就不要惹云起生气了。我劝你啊，离他远点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，我劝你死了这条心。云起，我看那边挺清静，我们去那边。谢丞相，瓜田李下，就算你再桀骜放浪，也该顾及下云起的名声吧。云起，你过来。哼！参见皇后娘娘。一个女孩子家家脸上起了疹子，想来心里也是着急。等烟花结束，本宫叫宫里老太医替你诊治。谢谢皇后娘娘。果然，原书中皇后温柔仁善，却在烟花大赏时被萧贵妃用流产陷害，导致被刺冷宫，郁结难产，一尸两命。萧贵妃后宫独大，扶持二皇子上位，做了太后，成了云溪月最大的靠山。不过，皇后娘娘该医治的，应该是您自己。你的意思是？臣女学过一些岐黄之术，确定娘娘已经有了身孕。什么？本宫有了！来人，快传太医。是娘娘。等御医诊治过后，确认本宫真的有孕，本宫必有重赏。皇上，臣妾刚才许愿，早日为陛下诞下龙子。哎，爱妃，你看，来了。我定要凭着腹中的死胎，一举扳倒皇后。护驾！护驾！救爱妃！护驾！爱妃，你没事吧？云起，你没事吧？皇上，我的肚子好痛啊！我的孩子没有了，我们的孩子没有了，是皇后，是她推了臣妾，是她要害我们的孩子。皇后，是你推了贵妃？皇上，臣妾没有。娘娘，我知道，我一直深得圣宠，你一直视我为眼中钉，可是你万不该对我腹中的皇嗣下手啊！皇后，皇上，刚才臣女亲眼所见，是贵妃娘娘自己跌倒的，皇后娘娘根本就没有碰她。妹妹，我知道贵妃娘娘是为难了你，可那都是因为我。你要是有什么气，你就冲着我来，别诬陷贵妃娘娘啊！是啊，皇上，云起这小丫头片子，从小就爱撒谎，她的话不可信。皇上，您若是不信，可请御医来决断。诊断什么？有请御医。恭喜皇上，恭喜皇后娘娘！
娘娘有喜了！恭喜皇上，恭喜皇后娘娘。只不过皇后刚怀孕2月，正是胎气弱的时候，不能做剧烈运动。皇后，你终于有孩子了，这是朕的第一个嫡子，朕要封他为太子。皇上，正如刚才的太医所言，这皇后娘娘这一胎来得极其不易，所以她又怎会冒着流产的风险去推贵妃娘娘呢？萧贵妃，朕记得这烟花宴是你一手操办的。皇上，臣妾与此事无关，定是下人办事不力，才让这烟花爆炸了。臣妾慌乱中产生了错觉，这才错怪了皇后娘娘，还请皇后娘娘饶恕臣妾。萧贵妃不慎滑胎，必然心情悲痛，近来也无法侍寝，还是回宫好生安息调养吧。皇上不要！来人，送萧贵妃回宫。贱人，你坏我好计，你给我等着！云起，方才你的后背可是受伤了？没事儿，一点小事。云起，你救了皇后，又救了小皇子，当赏。皇上，臣妾与这个孩子有缘，不如将她认作义女，封为公主。传朕口令，封云起为昭宁公主。昭宁公主千岁，一个侯府都嫌弃的冒牌货，成了县主就算了，竟然还被封为了公主。难道以后我就要永远被她踩在脚下吗？哎呦，跪下！昭宁公主，这名字我喜欢。好孩子，你放心，母后马上让御医为你诊治。这红疹怎么掉色了？我怎么知道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皇后娘娘，是母亲让我在脸上画着红斑，刻意扮丑，好让我不要抢了姐姐的风头。毕竟姐姐长得太丑了，不像我这么貌美如花。为了自己的亲生女儿，竟逼得养女在脸上刻意画上红疹。侯夫人，你好狠的心！你们侯府就是如此苛待自己养育了18年的义女吗？云姐，你需要胡说，我何时让你？这不是你指使的，难不成是他自己想要出丑？我小爷说不是我。我知道了，你们真的很恶毒，就是你故意扯下云起的面纱，让她在大家面前出丑。你们这俩母女，贱不贱呐？你们侯府德行有失，朕不想再看见你们，让你们侯爷好好教训你们2个惰女。皇上息怒，臣妇知错。被皇上当众吃麻豆腐，以后啊，京都里谁还敢娶她呀？费尽心思想出风头，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原来你明知道我们对你下手，反而借此机会上位。好，你等着，让你死！哎呦，我的月儿，你就消消气儿吧。你娘我不是也被称作杜父了吗？哎呀，
你爹现在正在气头上，让咱们都收敛着点儿。再说那个贱妇那心机深沉的很，如今又风头正盛，咱们得避其锋芒。那怎么办啊？要被他这个贱婢一辈子踩在头上！你急什么呀？你姨母一时失势，那可是宫里的事儿，谁又说得准呢？咱们大不了硬的不行，就给他来点软的。如今那个贱妇被封做了公主，咱们不如，就跟他服个软，跟他重修就好。重修就好？那能同意吗？我养了他18年，养恩大于天。他就算是再小肚鸡肠，只要咱们2个配合得当，跟他说点好的，他还不是得乖乖的被我们拿捏？小姐，听说夫人进宫前便已发卖了厨房里的奴仆。她倒是处理得干净。这么大的伤口留在身上，多难看呀！这不是伤疤，这是权力的烙印。小姐，圣旨已下，直到半个月之后，公主府布置好，您便可以离开侯府了。到时候记得多叫些人来，这一草一木都不许留给侯府。这力度倒是刚好合适，只是到底不如女子般细致轻柔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看着我，来找我做什么？讨赏？你如今已经成了公主，日后见到你，我也要自称一句臣。这血气方刚少年郎，真是好滋味啊！你3次拒婚，却又屡屡与我浓情蜜意，你到底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？你做得很好，但这天底下做得好的男人太多了。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平等的给每个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机会。那谢灵雨也是你认定的天下英才吗？明明从前你与他是那么的水火不容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昔日不容，今日也可助我一臂之力。我给你带了上好的膏药，不会在你身上留疤。但我可给不了你名分了。只要你忠心于我，方能得到我的赏赐。只要你身边能有我的一席之地，哪怕让我为你战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臣子的效忠之词，胜过情郎的海誓山盟。
云起，听说你受伤了，娘亲来给你送药。云起，娘亲知道你受伤了，特意过来看你的。夫人，云起，大小姐，你们不能进去。夫人，你不能，还敢拦着？我看你是犯了天了！贱婢，小姐她不方便。怎么就不方便了？你还敢顶撞我？我看你是犯了天了！谁让你打我的奴婢？娘，云起，你为了这个贱婢，你竟敢顶撞于我！贱婢，在我心里，她比你们重要的多。娘，别忘了，咱们是来送药的。云起，你看我被这个小贱婢给气的，都忘了正事儿。娘听说你受伤了，这不特意跟你妹妹给你送药来了。你这是送药还是送毒啊？妹妹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是我小家子气，惹妹妹生气了。可你毕竟在侯府长大，侯府养育了你18年，你就原谅我和母亲这一次。以后我们和和睦睦的做一家人。哎呀，不是我说，你这脸皮怎么比城墙还厚啊？之前弃我如尘，如今看我扶摇直上，便想着来攀妻，就你们也配？云起，我劝你最好见好就收，别以为你攀上了皇后娘娘，飞上枝头变凤凰，便再也没人压得住你了。你待如何？如何？你以为你帮了皇后一次，她便能护佑你一世安稳？太天真了！萧贵妃盛宠多年，那复宠也是迟早的事儿，到时候你哭都找不着地儿。我拭目以待。云起，云起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呦，娘，云起，你混蛋！原来你在侯府过的是这样的日子。怎么，心疼？既然心疼，那就拿出点诚意。好，等你公主府落成后，我自会备上厚礼，绝不会让你失了颜面。大人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从宫里回来就这么闷闷不乐的？这你不知道了吧？大人去宫里向霍将军说迎娶云家小姐，被当面拒了。什么？大人竟然当众求娶那个云家女？哎呀，大人不是最厌恶那个放荡恶毒的云家女了吗？怎么我猜啊，大人去当面提亲，肯定是为了羞辱她。随我去库房。这件，这些可都是大人平常费尽心思收藏来的宝物啊，是不是要10日之后送到公主府去？大人，把这些送到公主府啊！昨日那云家女刚当众扫大人的面呢，今天却要把这些宝物送给她，羞辱！你告诉我，这叫做羞辱？谁家羞辱人上赶着送人宝物的呀？要不你也羞辱我呗？我看大人就是吃错药了。去！我看大人呢，这不是吃错药了，是被那云家女给勾走魂了啊！这云家女真是好手段。果真好手段。小姐，明日之后，您便是昭宁长公主了。想当初您被侯府厌弃，又被将军府休弃，现在奴婢真的很为你感到高兴。放心，以后啊，还有你更高兴的时候呢。小姐，听说西北大旱引发了瘟疫，好多流民被拦在了城外，皇上下令不许开城门，违者杀无赦。
听说这场瘟疫无药可救，但凡得了的人高烧不退，浑身长满红疹，而且3日之内便不治身亡。小姐，现在城外已经死了很多人了，死状特别惨，如今人心惶惶的，都没有人敢在街道上走动了。小姐，您这是在写什么呀？这是治疗10亿的方子。小姐，你还会这个？前世爆发瘟疫，百姓民不聊生。本宫研读3年医术，几经尝试，才得出这个实际解决的方子。我在医生上偶然看到的。穗禾，我需要你替我去城里面的药铺，问哪家有赤炎藤。我要试试这方子好不好用。小姐，这10亿可是会死人的，以往得了10亿的人都是等人死掉之后，然后烧掉。皇上严防死守，不让开城门，就是为了防止10亿进城。如今你都是长公主了，你还管这个干什么呀？正因如此，我才不能只担着公主的虚名。眼下，这是我干扰朝政、把握民心的好机会。穗禾，你记得这件事一定要秘密进行，不要走漏一点风声。太医说，你这一胎脉象已经稳定，你可要注意点身子。谢皇上关心。萧贵妃，你不是被禁足了吗？皇上恕罪，臣妾思君心切，不知不觉走到这里，想到这便是我与您的初识之地，一时情难自已，还请皇上责罚。上次冲撞了姐姐，也请姐姐责罚。帝善良，先起来。你无心之失，皇后大度，又怎会跟你计较？对了，姐姐，臣妾娘家有个方子，最能解热毒。上次误会姐姐，还请姐姐原谅。臣妾定会寻来药材，向姐姐赔罪。也好，难为你有心。哼，你人老珠黄，我却貌美年轻。如今我且先忍一忍你，等我复出再怀龙嗣，你和那个贱人云起，我都不会放过。小姐，我打听过了，整个京都只有这里卖赤炎藤。你们这儿有赤炎藤吗？赤炎藤？啊，有的有的，刚进了10株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运气可真好啊！这赤炎藤生在火山深处，可解热毒，实在罕见呐。全京都总共就进了这10株，1株20两。这可真是寸金寸藤啊！我全要了。这赤炎藤我要了。啊！萧贵妃让我来庄子里买些赤炎藤，为皇后娘娘做安胎定神的汤药。听说昨天晚上皇上宠幸了萧贵妃。哦，怪不得被皇上当众骂妒妇，今天敢来招摇撞事我。妹妹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你何必当众揭穿，说话如此难听？原来是贵妃复仇，你仗了她的势。你如今是皇后娘娘的义女，就算不为了萧贵妃，为了皇后娘娘的身体安康，也该把这赤炎藤让给我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先来后到，让不了。哼哼，你当真是不识大体。我奉萧贵妃之命，特
特意来买赤焰藤。你确定要跟娘娘抢吗？你拿贵妃娘娘来压我，就算你是皇后娘娘的义女，但在萧贵妃那儿也讨不到什么好处。我劝妹妹还是识相点。啊，该识相的另有其人。你想要？霍将军，这是娘娘为……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怎么来到的客人一个比一个显贵啊？谁得罪得起啊？霍将军，这赤焰藤是萧贵妃为皇后娘娘安胎所求，你这样不怕得罪娘娘吗？那就让他怪罪，我担得起。霍将军坐拥重兵，就算皇上也不会轻易怠慢，更何况一个后宫嫔妃。为什么你走到哪里，这些男人都愿意帮你助你？这赤焰藤乃是解热毒的奇药，你要这个做什么？这10亿。你说什么？我要治疗10亿。可这10亿根本无药可治，现在外面闹得人心惶惶，流民也已经死了不少，皇上已经严加防守，不允许任何流民进城。我知道，我还知道你就是驻守城门的将领。那你待如何？我要你帮我找一个义民过来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病必须严加防守，万一传给一城百姓，那你就小心点儿，找个席子把它裹来，送到我侯府杂房的偏院即可。岂不说这是欺君之罪？再者，这病根本无药可治啊！我知道霍将军忠心爱国，一切为民，但你忍心看到万千黎民活活病死？我知道你本事大，手段多，可这病实在极少，稍有不慎，你会送命的。霍将军这是在关心我。要知道，这世上人命如草芥，但你要这么关心我，就应该服我青云志。好，云奇，此举虽险，但若是可以拯救万千百姓，我会帮你。若是陛下责备怪罪，我也与你一同承担。唉，真是奇了怪了，明明过几日才是云家女搬去公主府的日子，大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，提前来侯府送礼呢？就是啊。云起，你还知道回来？你知道本相在这等了你多久吗？你们你来侯府找我干什么？我来做什么？自然是来恭喜你的，使得好手段成了公主。云起，你真是厚颜无耻，前脚拒了霍家，后脚就和他成一辆马车，你简直……果然呢，在原书里面，这3个人，谢灵雨是最血气方刚，也是最好调教的那一个。你随我来。回府。云起，你以为你说几句好话，我就放过你，原谅你？你干什么？难道你不喜欢我这样？你对霍萧是这个样子？
那就与你无关了。我不喜欢小肚鸡肠、斤斤计较的男人。要是你没有这个度量的话，以后我们也不用见面。你以为我稀罕你这种坏女人？云起，别走，我是真的拿你没办法了。所以说呀，我可有的是办法对付你。谢宰相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云起，你还真的是以前那个不学无术、纨绔蠢笨的云起吗？我怎么觉得你和原来真的很不一样？你知道我想听什么？只要你愿意骗骗我，哄哄我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哪怕我知道你只是骗我，只是哄我，至少我知道你是真心的。真是好一条别扭又好懂的狗。我要你帮我做2件事。你说。1，帮我看着萧贵妃的行踪。2，替我告诉云敬晨，让他在江南买下所有的赤焰藤。赤焰藤？你要那东西做什么？我已修书一封，告诉江南首富家，他们自然知道我的意思。做还是不做？娘亲，娘亲，云起他把京都里最后10根赤焰藤都买走了，我没抢到。什么？你没跟他说这是萧贵妃要的？我说了，娘亲，你是不知道，他那张嚣张纨绔的嘴脸，连姨母都不放在眼里。这个，我就知道他是个不好相处的。平常跟你争抢也就算了，这回竟然连萧贵妃的赤焰藤也敢抢。等我进宫告知妹妹，妹妹定饶不过他。哼！哎，不对呀，这好端端的，他要这赤焰藤做什么？女儿也不知道，许是他向来见不得女儿好，处处与我争抢。可是我明明已经退让他3分了。哎呦，真的是苦了我的月儿了。月儿，你且等着，娘亲这就进宫去，将此事告知妹妹。云起不好好待在房间，来这柴房做什么？云小姐，您心肠真好。我拿你试药，你还说我好？生死有命，我已经病入膏肓，时日不多。云小姐肯救我，就是天大的恩赐。在其位，谋其政。我救你并不是出于仁慈，而是身在高位者的责任。狡诈心计是你，同情悲悯也是你。云起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面貌？这药当真有用？
只要能熬过今晚，就能见分晓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是今日太累了。我军营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你一定要处处小心。娘，我知道云起在做什么了。云起，他私藏染上10亿的流民，就在京教的宅子里。啊？什么？私藏10亿流民？皇上早已下旨，禁止任何人将流民放入城内。私藏异民，这可是欺君之罪。娘，我不仅亲眼看到他私藏病患，我还看到了霍将军。霍将军在帮他。此事事关重大，来，坐。娘，这可是送上门的好把柄。娘亲知道他曾多次欺辱你，放心，娘亲不会放过他。你且等着，我这就连夜进宫，将此事告知妹妹。这次我一定要人赃俱获，彻底将他摁死。凌雨，最近城外灾民泛滥，朕着实心烦啊。皇上爱民如子，自然是忧心。只可惜10亿无法根治，就算是再高明的大夫也束手无策。皇上，臣妾有要事禀报。什么事？是我的姐姐管教不当，家里出了些事。难道他说的是云起？凌雨，本宫听萧贵妃说家中出事，可是跟云起有关。本宫欠云起一个人情，若是有帮得着的地方，本宫定是要去的。小姐，马上就要天亮了，她该不会是……小姐太好了，她挺过来了，要有用了！来人，这里有人窝藏异民，将这个院子给我围住！来人，这里有人窝藏异民，赶紧把这个院子给我围起来！妹妹，你可真是聪明一时，糊涂一世。皇上下令，不准将异民带进城，你竟敢私藏异民！你说我私藏，我就私藏了。这青天白日，空口无凭，竟敢诬陷我！我看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必跟他多费唇舌。来人，把那个异民给我抓出来！我看谁敢！你还杵在这干什么？连主母的话你都敢不听了？主母，你怕不是忘了，我是皇上亲封的公主，你一个当家主母的身份，竟敢压我一个公主，怕不是太放肆了些？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义女罢了，你还在这拿着鸡毛当令箭，他不敢，我敢！只要找到这异民，云起，你一死，月儿的前途就坦荡光明了。你给我让开！侯夫人，
请回。此地有军中机密，擅入者杀无赦。什么机密？不就是个义民？我说霍将军，你为了庇佑这个女人，竟然敢犯欺君之罪！侯夫人，您为了一己私利，屡屡为难云起。我身为将军，为国为民为百姓，帮助云起，是为他，也是为了大义。霍将军，您年纪轻轻，骁勇善战，又深得地心，肯定是被这个恶毒的女人迷惑了心。是谁恶毒，我心中有数。霍将军，既然你现在听不了别人的话，那待会儿等皇上来了，希望您能清醒一点。真是搭了好一场大戏。既然要唱戏，那就要唱得越热闹越好。皇上也要来，自然。云起，你目中无人，打压月儿，又抢了萧贵妃的赤炎藤，私藏异民，这桩桩件件，今日必死无疑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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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皇上。云起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藏流民！若不是侯夫人来报，谁曾想你竟然包含如此祸心？你私藏这异民，难道是想要10亿流进城中，祸害京都百姓，甚至伤及皇上和皇后吗？娘娘错了，我私自藏这异民是……你这意思是承认你带了异民进城？皇上，是微臣擅作主张。皇上，我带异民进城，是因为我找到了医治他们的法子。笑话，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了吧？云起，你大字不识，一理不通，竟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发明了治疗10亿的方子，连皇上都敢诓骗，你自己作死，可别拖累了我们侯府。这10亿，自从数百年前被发现以来，从来就是无药可治。宫中多少太医都束手无策，只能任由异民死光烧光后，再来隔绝病气。云起，你水车图有功，朕不想为难你，可此次你胆大包天，竟敢拿10亿这种事情来做儿戏，拿全城百姓的命来做儿戏，朕不能容忍。云起啊云起，这可是你自找的死路。皇上，我的确是找到了医治异民的法子。皇上若是不信，这异民已经治好了，就在里面，您可以亲自一见。妹妹，你怕不是疯了？敢让异民见皇上，你就不怕这病气渡给皇上？再说了，你随便找一个人，谁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在跟你演戏？就是，哼！皇上，微臣可以同昭宁公主一同作保。我说霍将军，我看你是色迷心窍，为这个蠢妇做担保。皇上，霍将军明知故犯，蔑视天威，犯下欺君之罪，您可千万不要轻饶了他。霍萧，你一向忠君爱国，朕最后再问你一次，当真要如此袒护云起？可是皇上，若是此法真的可以治疗10亿，那城外的几10万百姓就有活下去的希望了。霍将军，
治疗失忆就是天方夜谭，真是太让朕失望了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就休怪朕无情。来人！皇上，皇上，请皇上看在昭宁救过我们孩子的份上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胡闹！你可知道这失忆是个多大的事？如今城外尸横遍野，朕又何曾不烦恼？可是这失忆，它天生无解。朕怎么可能一时糊涂，放了这个后患？皇上，臣愿为云起作保。云起他虽性格顽劣，不择手段，但他答应的事，就一定会做到。该死！为何这些位高权重的男人会为你所用？谢灵宇、霍萧，你们两个都是满朝文武之首，你们是笃定了朕不敢轻易拿你们怎么样吗？皇上，臣妾也愿为昭宁作保。皇后，你，臣愿意让公主一试。云起，你一个冒牌货，到底给他们许了何等的条件，让他们的心全都向着你？明明我才是那个被所有人捧着哄着的真千金。皇后，你刚怀了龙胎，还是不要因为我伤了胎气。昭宁，事到如今，你怎还会如此淡定？皇上，天亮了。这是何意？您可以不信我治好了一个失忆患者，但若您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这满城的失忆患者都已痊愈，您又当如何？皇上，城外传来捷报，有一对商户一直设点，发放药材救治灾民，义民们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皇上，城西赈灾点也被商户重建，外面的流民都痊愈了。如今他们也冲着城内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疫病明明无药可治，难道这云起真的做出了解药？是啊，是我做的。我不但做了，我还大张旗鼓的做，我还上达天听，下达民意。怎么样？满意吗？该死！早知道他有这本事，还能做出这等法子，我就不该站错了人。云起，我就知道，你果然是奇女子，为你所用，我心甘情愿。哈哈哈哈！好啊，昭宁，你心怀天下，如今又做出了解药失忆的方子，朕重重有赏。从今以后，朕就封你为摄政公主，掌监国之权。臣女定不负所望。如今失忆危机已解，朕心大悦，朕大赦天下。传朕指令，开城门，赈灾。皇后，朕要先回宫处理政事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来人！此乃监国奉印，见此印者，犹如帝王亲临。谢皇上，谢皇后娘娘，臣女谢过您的隆恩。
呀，好女儿，恭喜你啊！你当了监国公主了，以后咱们侯府啊，可多靠你照应呢，是吧，月儿？咱们都是一家人呢。侯夫人，你之前屡次三番的陷害我，就是为了保你的亲生女儿，怎么现在后悔了？妹妹，娘亲心里是有你的，你怎能如此揣测我和娘亲？再者，侯府和你18年的恩情，我们恩情，自从你们将我赶出侯府的那一刻，18年的恩情不复存在。传本宫旨意，萧贵妃听信谗言，差点酿成大祸，禁足半年。侯夫人萧兰淑德不配位侯府小姐，嫉妒成性，即日起2人贬为庶民，赶出侯府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不要做庶民，我是宫女千金，我是宫女千金，放开我！姐姐，我没来迟吧？没事的，你来的正合适不过。本宫终于实权在握，踏出了权力巅峰的第一步。云起，朕身患气毒，有尽灯枯，太子年幼，朕册封你为监国，你务必要将太子辅佐上位。皇上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替幼弟将这朝堂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如今先皇驾崩，幼子蒙蒙，为天下，为百姓。张年，请你登基为帝。皇上驾崩啦！女帝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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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平身，执掌朝政，天下在握，这才是我云齐的毕生所求。传朕旨意，即日起大赦天下，女子也可在朝为官。